这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你知道我1小时多少钱吗？小孩抽出200，可这显然不够。你咋那么会聊天呢？我可没时间陪你玩。小孩又加了300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他犹豫片刻后接下了小孩的钱。就俩20啊。穿哪件啊？红色的那一件。2013年，青年导演姚婷婷以一部短片惊艳影坛，一经上线就被网友疯狂转发。12年过去，这部微电影依然引发着强烈共鸣。夜店小姐姐突然迎来一位8岁的客人，讨价还价后，以500元成交了一笔特殊交易。被男孩选中的小姐姐叫阿洛，以当时的工作标准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笔巨款。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，陪着客人喝了1个晚上，才赚了100块。很香啊！你这么喝，就为那100块钱，你至于吗？100块钱，你不还不是钱呢？唉，现在这帮男人啊，越来越他妈抠了。男孩早已准备好了剧本，看着这件红色外套，阿洛随口说了一句土鳖：“你不许抽烟！”我他妈就抽了。你不许说脏话！我他妈就说了，你得听我的。别他妈生事了。一句脏话扣10块钱，你他妈抢啊！扣10块。你要挣这钱，就得听我的。阿洛是个非常现实的女人，面对男孩犀利的质问，她不敢狡辩，但也不能就此服软，于是决定用职业为难一下。现在开始报钟啊！报什么？就从现在开始2个小时，不管你家长会开没开完，我都撤。他无奈地换上了那件红色大衣，可外面还有更没面子的事在等着他。小孩正靠在一辆28大杠旁边。你让我穿成这样，骑个这28大踹，想象力挺丰富啊。我妈就骑这个。你妈是运动员呢？快跑！咋了？快跑！赶紧跑！咋了？咋了？阿洛被男孩带到了上学的路上，刚才阳台的身影是他姥姥，这意味着男孩的所有举动都是他自己的主意。那钱是不是你偷的呀？不是，那是我的压岁钱。反正这事让你妈发现的，我们得实话实说，是你自己找上门的啊。两人走在大雪中，像极了一对母子。男孩不停地叮嘱他不要抽烟，也不能说脏话。很快便来到了学校，此时走廊里已经挤满了家长。男孩也试探着用手拉住了阿洛，以此证明这就是他的妈妈。虽然第一次接待这样的客人，但他还是展现了应有的克制。可总有议论声从耳边传来：“他妈妈长得挺漂亮，咱们没见过她。是他们怎么不敢表现？”随后在男孩的指引下，阿洛来到了教室，四周的素颜让他感到格格不入。他小心翼翼，尽量避免高跟鞋的响声。可刚坐下来就发现了问题，同桌的家长竟是自己的常客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刚想开口，对方就尴尬地转身躲避。在这种场合下，客人自然不敢轻易声张。他这才想起今天的任务，以后别忘签字。男孩的考试成绩95分，而同桌的才刚刚及格。看到这一幕，阿洛有了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。很快老师就站到了讲台，他宣布学生们出去等候，接下来先要开个家长会。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，已经完全投入了角色。只是阿洛心不在焉，也许是今天的钱来得太容易，他并没能留意老师的点名。窗外的男孩急得直跳脚，拼命向教室里递送眼神。他这才想起还不知道男孩的名字，李文波家长。阿洛从未以真名示人，更不会留意客人的名字。可刚站到讲台，椅子上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他急忙跑回座位挂掉。可老师刚要开口，手机又响了起来。在所有家长的注视下，他尴尬地站起身来向大家致歉。3年级的作文朗读会。刀哥，各位家长还有什么问题呢？可以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几点过来呀？没事啊，等一会他绝不能为了这点小事而耽误了晚上的生意，于是只能起身去了外面。哎，刀哥，你马上过来是吧？哎呀，放心吧，安排妥妥了。肯定的呀，那能差事儿吗？哎，好嘞好嘞，那咱俩晚上见啊。哎，好的，刀哥。男孩的落寞挂在脸上，看到他想临阵脱逃，便赶紧追过来阻拦，因为很快就要进行作文朗读，离2个小时还差15分钟，而客人的生意必须要关照。思来想去之后，他掏出50块钱，我退你50块钱，好不？不是咋的呀？还嫌少啊你？见对方不说话，他将钱塞进了小波的兜里，可又被一只手死死拉住。放开！求你了！我还有事儿，放开！是不是有病啊你？求你了！放手！
干嘛呀你？高老师，就是一会儿。我告诉你出去啊！这句话镇住了小波，似乎有什么深藏的秘密不想让同学知道。随后他掏出钱，使劲扔在地上，难过的离开了这个地方。阿洛重新捡回那张钞票，在他看来，哪有给钱不要的道理？小崽子，我换的不是钱的。在离开学校的时候，老师将他叫住，工作已经做完，他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了。可老师却说他什么都知道。啊，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。不是，那个你也别骂人家，你说哪个小孩不撒个谎唠个屁的，是不？既然来了就开玩吧。原来小波的父母已经双双过世，他从小和姥姥相依为命，为了不让这么小的孩子失去希望，便联合老师撒了一个谎，只告诉小波他的父母出去打工，等把钱赚够的那一天，就一定能回到他的身边。因此所有人都知道真相，但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隐瞒。听到这些话，阿洛有些为之动容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小波听到了同学们的轻声议论，一个女生也向老师报告，外面有人打起来了。豆豆开始说小波他妈不是他妈，小波说他妈就是他妈。豆豆说的撒谎，说的作文是抄的，小波说他没有。后来豆豆又说小波他妈不是正经人。操场上的小波挥舞着拳头，狠狠地砸向了同桌王豆豆，被老师拉开之后，仍是一脸的不服。王豆豆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他欠揍，他妈是个。阿洛看不惯王豆豆的挑衅嘴脸，也挽起袖子参加了战斗。其他家长闻声赶来，将众人拉到了办公室。阿洛也彻底进入了母亲的角色，但毕竟是小波先动的手，老师想小事化了，于是提出让他道歉。阿洛不肯让步，他只用了一个眼神，就让这位曾经的客人乖乖就范。算了，都是熊孩子的事儿，算了吧。折腾了一个下午，阿洛放弃了晚上的生意，他陪着小波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两人像朋友一样聊了很多，从年龄到老家，又从朋友到亲人。阿洛家住重庆，可偏偏操持着一口东北口音，他出来的太久了，甚至不敢直视自己的牵挂。有人觉得他是自甘堕落，可谁又能知道，每个看似风光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无奈的灵魂。小波问他有没有孩子，他却不知道如何回答。小波，匆匆那年，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？别屁大点的事儿耷拉个脑袋。可惜谁有没有我不是一张激情我蒙你了。啥呀？其实我妈妈不是毛，她不会再回来了。这句话说完，阿洛愣住了，他湿润着眼睛蹲下身子，将那500块钱重新塞了回去。别告诉我姥姥，她不想让我知道。原来小波从始至终什么都知道，甚至还明白姥姥的苦衷。在这场层层嵌套的谎言里，每个角色都知道真相，但又都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隐瞒，其中怀揣着对亲人的守护，也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。8岁的小波显然比同龄人更加成熟，他早就洞悉了真相，一边配合着姥姥的谎言，一边又用压岁钱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妈妈，只为在学校守住最后的体面。这晚阿洛又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意间在书包里看到了小波的作文，于是他忍住醉意，在洗手间里反复阅读。我的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赚钱。姥姥说，等我考上大学的时候，她就会回来。我今年8岁，等我上大学的那一年还有9年。妈妈回来的时候还会认得我吗？也许妈妈也在担心这个问题。所以有一天，妈妈忽然回来了。那天，她穿着蓝色的毛绒大衣，黑靴子，戴着红色的耳环。她笑起来的样子，就像太阳照进了窗台，闪闪发亮。妈妈是个热心肠，常常助人为乐，不仅邻居们都喜欢她，
连楼下住在杂物间的小猫也是。每次我和妈妈路过那里，它总会爬出来和我们一起玩。妈妈很忙，每天要打好多电话，都不能好好吃饭，经常工作很晚才回家。楼道里深夜响起高跟鞋的声音，就是我和妈妈的暗号。总是到这个时候我才会睡觉，因为我总是担心有一天妈妈又要离开了。其实我知道，总会有一天妈妈又要离开我，就像树叶从楼下的树枝离开，阳光从窗口的书桌离开，街上的公交车从车站离开。我真的希望那天来得迟一点。再见。妈妈，我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。阿洛心地善良，只是为了生活才不得已浓妆艳抹，可他又何尝不是一样？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，用善意的谎言编织着未来，又用玩世不恭为自己营造体面。22分钟的短片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也没有惊天的反转，却用层层的善意告诉我们，情感的真谛从来不是赤裸裸的真相，而是愿意为家人藏起锋芒与伤痛的守护。姥姥藏起生死，小波藏起孤独，阿洛也将藏起风尘，用谎言交织成情感的纽带，让每一个被守护的灵魂都能找到爱的方向。故事的最后，阿洛踏上了回乡的客车，